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超经典的高分悬疑片，它的剧本由西班牙悬疑大师奥利奥尔·保罗精心打磨，其脑洞大开的构思让人感到叹服。而在没有任何提示和剧透的情形下，一般人很难猜到结局的凶手究竟是谁。故事开始，在西班牙一个风雨飘摇的深夜，一栋房子内正发生着诡异的事。此时盲人萨拉的情绪有些激动，原来黑暗中竟隐藏着一个神秘人。顺着墙壁一路来到家里的地下室，萨拉很快摸到了用来上吊的工具，他将绳索套在脖子上，准备一死了之。可这时黑暗中的神秘人又出现了，萨拉厉声呵责对方，表示宁愿去死也不会屈服。同一时刻，萨拉的姐姐茱莉亚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似乎是心灵感应，她立刻意识到是自己的妹妹出事了。在丈夫的陪同下，茱莉亚决定前往妹妹家查看。她和萨拉是一对双胞胎姐妹，可彼此间已经有半年没有联系了。不久后抵达目的地，两人敲门半天也未见有人应答。丈夫认为萨拉出去了，可能不在家里，但茱莉亚却觉得不太对劲，无奈之下打碎门窗进到房间，而屋内果然静悄悄的没有人影。茱莉亚以为妹妹在楼上睡觉，于是直接朝着2楼的卧室奔去。这时丈夫注意到地下室的门是开着的，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有问题。而就当他顺着楼梯来到下面，却赫然看见萨拉已经被活活吊死。片刻之后，警方接到报警赶到了现场，依据仅有的线索判断，他们暂时排除了他杀的可能。通过谈话得知，原来萨拉和茱莉亚天生患有视力衰退症，只不过妹妹的发病时间比较早。警长推断萨拉可能不适应失明后的生活，所以才会在家选择自我了断。这一说法遭到了茱莉亚的反驳，她认为妹妹是被人谋杀的，因为萨拉的性格向来乐观开朗，况且视力衰退症并不是绝症，只要有人愿意捐献眼角膜，那么妹妹就有恢复视力的可能。警长听后不置可否，但现在对萨拉的调查只能止步于此。几天后，茱莉亚在丈夫的协助下安葬了妹妹。这时有个自称是邻居的男人找了过来，他说自己的女儿和萨拉是朋友，所以受女儿之托送来了一束鲜花。萨拉没有多想，随即俯下身回忆起和妹妹的点滴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丈夫伸手过来搭在茱莉亚的肩上，似乎是在安慰妻子不要太过悲伤。茱莉亚没有在意这个细节，可当她抬头看向前方，却发现丈夫正在跟其他人聊天。既然如此，那自己身后的人又是谁呢？茱莉亚慌忙起身查看，可周围却没有任何人的影子。稍后时分，警方的尸检报告出来了，法医确认萨拉是自缢身亡。负责此案的警长告诉茱莉亚，他们从尸体上找不到任何疑点，整栋房子里也没查出第二个指纹。警长的话让茱莉亚无言以对，可她还是觉得妹妹的死不合理。警长见状不知道该如何安慰，随即表示可以到隔壁打听一下。在萨拉失明的这段时间里，邻居莱德太太是他最好的朋友。听从建议的茱莉亚来到外面，发现围栏上绑着一根长长的绳子，很显然妹妹去邻居家是靠这个摸索的。简单的自我介绍后，莱德太太说因为自己也是盲人，所以才和萨拉成了朋友。茱莉亚在这里得到了2个信息，一是莱德太太是一个人生活，她原本有个儿子在照顾她，可后来却出意外死了。第2个信息是独居的萨拉并不孤单，她在附近的盲人中心也有朋友。依据得到的提示，茱莉亚随即来到了附近的盲人中心。巧合的是，更衣室里的一群盲女正好在谈论萨拉。原来就在几个月前，萨拉交到了一个男朋友，据说2人还去维斯塔酒店玩了1周。听到这里的茱莉亚更加坚信，看来妹妹的死绝不是自杀。然而未等茱莉亚离开，盲女们就察觉到更衣室里有人。茱莉亚连忙开口解释自己的出现，可盲女们却说所指之人不是她，而是躲在门口的一个神秘人。茱莉亚下意识地回头，也果真发现门口有个模糊身影，没有迟疑赶紧去追。2人最终在一个死胡同停了下来。茱莉亚想知道对方是谁，但下一秒却被什么东西闪了一下，显而易见对方似乎在隐瞒什么，而这也佐证了自己的猜测不是空穴来风。尽管茱莉亚拼尽全力去追，但还是让对方给跑掉了。或许是情绪太过紧张，茱莉亚眼前一黑，摔倒在了地上。回到妹妹的住所，茱莉亚跟丈夫谈起了刚才的事，可丈夫却觉得妻子还沉浸在悲伤中，所以才会对发生的事情产生怀疑。疲惫的茱莉亚不想过多解释，随即提出想找个酒店舒缓心情。丈夫听后满口答应，他想尽快结束此事离开这里。依据茱莉亚的要求，2人来到了距离不远的维斯塔酒店，并在这里开了一个大房间。丈夫为妻子的释然感到高兴，可事实上的茱莉亚根本没有放弃调查，她想在这里找到有关妹妹的线索。避开丈夫来到酒店前台，茱莉亚询问他们是否见过和自己长得一样的萨拉。前台回答说没有什么印象，电脑里也找不到关于萨拉的开房记录。如果萨拉真的来过这家酒店，或许她到酒店的餐厅吃过饭。当天晚上，茱莉亚和丈夫来到了前台所指的餐厅，她本想趁着丈夫不再询问一下其他人，可餐厅服务生却率先认出了她是萨拉。茱莉亚心领神会，立刻明白妹妹来过，于是询问她是否记得跟妹妹一起来的人。服务生听后仔细想了想，他的确记得萨拉身边有一个男人，
但就是无法记起男人长什么样子，因为那个人的样貌实在是太普通了。不过有一点服务生印象深刻，当时萨拉的眼睛蒙着纱布，看起来像是刚刚做完什么手术。听闻此话的茱莉亚瞬间懵了，很显然妹妹已经找到了视角膜，而这也更能证明萨拉绝不会自杀。当丈夫从洗手间回来后，茱莉亚将自己的发现讲了一遍，然而丈夫却显得风淡云轻，她丝毫不惊讶听到的消息。原来丈夫早就知道萨拉动了眼部手术，但可惜的是手术失败了。为了保护妻子不受妹妹的刺激，所以他才故意隐瞒了这件事。或许萨拉之所以选择自杀，究其原因还是无法接受手术失败。听完解释的茱莉亚有些释然，她相信丈夫说的都是真的，因为自己的眼疾也的确受不了刺激。可即便是这样，她还是无法接受妹妹的突然离世。接连几天的事件刺激已经让茱莉亚的眼疾出现征兆，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，她必然会和妹妹一样双目失明。第二天，酒店的一名清洁工找到茱莉亚归还东西，说是萨拉在开房时丢下了一串钥匙。此话一出，让茱莉亚感到困惑。既然酒店前台查不到开房记录，可清洁工怎么打扫房间了呢？当询问他是否记得萨拉的男友，清洁工的回答却与服务生如出一辙。不同的是，他能再次认出那个男人，可如果要描述的话，却无法形容。话锋一转，清洁工建议他可以到酒店调取监控，说不定能在那里看清对方的样貌。就在茱莉亚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她的身后又出现了一个人影，慌忙追出去查看，却在门口遇到了赶来的丈夫。来不及解释，茱莉亚拉着丈夫来到了酒店的监控室。顾及到妻子不能再受刺激，丈夫决定让她待在车里等待，自己则去监控室调取录像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本该回来的丈夫依旧没有出现，手机也一直处于忙音状态。冥冥中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茱莉亚当即下车去寻找丈夫。片刻后来到酒店的监控室，而这里只有一名值班的保安。保安说刚才确实有个男人来过，他拿来一些钱想拷贝1周前的录像。猛然之间，茱莉亚立刻意识到保安说的人是其他人，因为丈夫来的时候根本没拿硬盘。这时房间内突然断电，疑惑的保安赶紧接通了备用电源，但就是这短短几秒的功夫，桌上的硬盘竟然莫名消失了。如此诡异让茱莉亚不敢怠慢，她连忙报警叫来了警察。依据现在看到的种种异常，她认为萨拉的男友一定是杀人凶手，丈夫也可能因为参与调查而遭遇不测。虽然茱莉亚说的头头是道，但奈何所有的一切都口说无凭。忽然想到给自己钥匙的清洁工，她说过她能认出萨拉的男友。事不宜迟，来到酒店员工休息的地方，但此时的清洁工却成了一具冰冷尸体。从现场灯具掉落的角度分析，清洁工是意外触电死亡的。显而易见，萨拉的男友100%是凶手，他在为抹除证据而杀人灭口。一念及此的茱莉亚非常担心丈夫，情绪激动下晕倒在了地上。待到茱莉亚从昏迷中苏醒，她出现在了一家眼科医院。医生说茱莉亚的眼疾已经到了末期，她很可能会在近期失明。时间一晃来到晚上，茱莉亚接到了警长打来的电话，他们在一家酒店查到了丈夫的消费记录，且还在酒店房间内发现了一枚结婚戒指。由此可以推断丈夫可能并非失踪，他或许有什么事情要避开茱莉亚。这时有一名巡警传来消息，他们发现萨拉的房子内出现了光亮。顾不上思考太多，警长带着茱莉亚回到了萨拉的家，但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，茱莉亚的丈夫竟然吊死在了地下室。这一致命打击让茱莉亚当场崩溃，她的眼睛也彻底失明了。次日清晨，警长讲述了后续的调查发现，他们在萨拉的卧室找到了一张纸条，笔迹确认是茱莉亚丈夫的，上面写着丈夫与萨拉已经有6个月的恋情，可自从萨拉死后，丈夫便陷入了思念之情，所以他最终选择了跟随萨拉的脚步。也就是说，萨拉的男友正是茱莉亚的丈夫。为了掩盖真相，他一直在和妻子进行周旋。茱莉亚在盲人中心看到的人可能是丈夫，而酒店清洁工的死亡也的确是意外。听到这里的茱莉亚沉默了，她想不通自己深爱的丈夫出轨了妹妹，也无法相信2个最亲的人选择了自杀。幸运的是，在失去妹妹和丈夫的同时，茱莉亚却意外得到了一个无偿捐献的视角膜。随后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，医生说只要静养3个月，茱莉亚的眼睛就能重现光明。按照规定，接下来的3个月内，茱莉亚只能住在医院，她必须有专业的护士照料才行。然而茱莉亚却提出不想待在医院，她想回到妹妹家居住。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后，她还是放不下对妹妹和丈夫的感情。最终医生同意了请求，并表示会外派1名护工到她家里护理。至于对丈夫尸体的处理，医院会保存到茱莉亚恢复视力为止。紧接着茱莉亚如愿回到了妹妹的家。其实她回来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想看看妹妹丢的那把钥匙是哪个房间。经过一间一间的测试，钥匙打不开这栋房子的任何门锁。很显然钥匙不属于这里，也或许这把钥匙并不是妹妹的。¿Seguro que ha probado todas las cerraduras? Sí. ¿Se necesita algo más? No, gracias. Pueden irse. 下午稍晚时分，有人按响了家里的门铃，来人名叫伊万。
他是医院派过来照顾茱莉亚的护工。护工的工作内容很繁杂，除了安抚茱莉亚失明后的烦躁，且还要整理出家里的盲人通道。临走时，伊万留下了一个传呼机，表示只要茱莉亚出现紧急情况，他便会第一时间赶来帮忙。几天后，屋内突然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，意识到有人闯了进来，茱莉亚赶紧按动了传呼机。在伊万的一步步引导下，茱莉亚暂时躲到了一个隐蔽角落。不过来人似乎另有目的，他悄悄拿走了那把萨拉丢下的钥匙。事后，伊万劝说茱莉亚搬回医院去住，毕竟这栋房子已经连续发生过命案。茱莉亚听后拒绝了好意，她觉得这里再怎么样也是她的家。2个月后，伊万细致的护理让茱莉亚非常受用，两人也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好朋友。可能是情感上的空虚寂寞，茱莉亚渐渐地对伊万产生了感情。终于在某一天晚上，茱莉亚和伊万聊起了自己的丈夫。他们是在一次沙漠旅游时认识的，当时丈夫说了一句情话感动了茱莉亚，她能在茱莉亚的眼中看到整个宇宙。说到动情之处，茱莉亚把伊万当成了自己的丈夫。突如其来的亲吻让伊万惊慌失措，他连忙拿起自己的东西，随即又惊恐地离开了房子。深夜，茱莉亚被窗外的雷声惊醒，此时她的床边正坐着一个男人，男人看样子像是要注射什么，不过这个动静却被茱莉亚发现了。经过数月的训练，茱莉亚的听觉已经非常敏锐。她轻车熟路地跑到楼下，接着从后门冲出了房子。危急时刻，邻居发现了情况，并将其带回了自己的家。茱莉亚请求他赶紧打电话报警，可邻居却谎称线路无法接通，双手也不老实地开始抚摸她。意识到自己又掉入了魔窟，为了脱身，他也只好假装配合。就当邻居去卧室拿手机时，他无意碰到了一串钥匙的铃铛。茱莉亚对这个声音非常熟悉，因为妹妹留的那把钥匙也是如此。想到2个月前钥匙被偷的情形，茱莉亚不禁汗毛直立。她顺着声音找到钥匙，然后抓在手中逃了出去。恰在此时，伊万接到呼叫赶了过来。他认为所谓的危险可能是幻觉，但茱莉亚却坚称卧室坐着一个男人。迫于无奈，伊万将茱莉亚带回了自己的家。由于家里的床铺有限，伊万说去地下室找一张折叠床过来。可就在他刚刚离开，外面的窗户好像被人打开了。警觉的茱莉亚连忙摸索过去查看，这才发现房间里多了一个女孩。她说自己是萨拉的朋友，当初正是她委托父亲去墓地送的鲜花。女孩继续说萨拉并不是自杀，事实上萨拉是被伊万杀死的。经过女孩的讲述，茱莉亚逐渐看清了背后的真相。萨拉在失明后交了一个男友，但这个男友却是一个十足的变态。他故意搞破坏，导致萨拉的手术失败，目的是想让她成为自己的玩物。遗憾的是，萨拉最终被伊万活活逼死。之后茱莉亚觉得事有蹊跷，展开调查。于是伊万先是抹除监控，接着又杀死了清洁工。为了彻底逃脱嫌疑，她又逼迫丈夫编造出轨的事，最后还将其活活吊死在地下室。至于萨拉留下的钥匙，实际上是伊万家的一个房间，房间里则布满了萨拉和茱莉亚的照片。女孩说自己之所以知道这么详细，一切源于她和萨拉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在萨拉死后，她便对萨拉的男友开始了秘密调查。茱莉亚听后半信半疑，如果真是女孩说的这样，那自己岂不是正在重蹈妹妹的悲剧吗？这时伊万从地下室回来，女孩见状连忙躲到了墙角。Dos cucharadas, gracias. 茱莉亚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，随即跑进卫生间开始思考对策。片刻后，客厅里突然传来一声闷响，接着伊万在门口催促茱莉亚出来。此时的茱莉亚还在冥想如何破局，最终她决定提前摘下纱布，毕竟看得见才能博取更大的生机。当纱布被缓缓揭开后，茱莉亚的视线从模糊逐渐变得清晰。趁着伊万走开的空档，她悄悄来到了女孩所说的房间。也正如描述的一样，这里贴满了萨拉和茱莉亚的各种照片。这一幕让茱莉亚彻底信服，立刻想到先找到女孩一起离开。然而就当她来到窗边，却猛然看到女孩被一把匕首钉在了墙上。很显然，刚才的闷响是女孩遇害的声音。血腥的冲击也吓得她瘫软在地。伊万听到动静走了过来，为了活命，茱莉亚谎称拆掉纱布是想看看伊万，但她却发现自己的手术失败了。这时的伊万终于露出真容，他死死地盯着茱莉亚看了几秒，然后拿着匕首试了又试。在确定茱莉亚还是一个盲人后，他才缓缓地松了口气。随后伊万冲了一杯咖啡，茱莉亚用余光看见他在里面加了药水，意识到加的药水可能有毒，但接下来要自己喝该怎么办呢？趁着伊万转身拿糖的瞬间，茱莉亚快速调换了两人的口杯。等到伊万转身回到座位，他看到杯中的咖啡正在摇晃。伊万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，他自然知道茱莉亚对杯子做了手脚。为了验证茱莉亚到底有没有说谎，伊万让他从一个冰柜中取点东西。请注意，冰柜中的尸体才是真的伊万，而这个假的伊万又是谁呢？ ¡Tú no tienes ni idea de lo que es! 愤怒的伊万说了很多，大致意思是他是一个被人忽略的普通人。如果茱莉亚能永久失明，
那么他愿意帮助他度过余生。这样一来，伊万就显得非常重要。不得不说，这个逻辑令人无语，也难怪变态一词会被发明出来。紧接着，伊万给茱莉亚注射了药剂，只要再等几个小时，他将永久失明。或许是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，伊万带上茱莉亚，决定返回萨拉的家。也正是这个间隙，茱莉亚趁着伊万放松时逃了出来。她顺着围栏上的绳子一路摸索，最终来到了邻居莱德太太的家里。来不及做详细解释，茱莉亚想让太太立刻打电话报警。¡Ni te acerques! ¡Ni te acerques, hijo de puta! ¿Con quién estás hablando, Julia? Con un hombre que se cree invisible. Dejó ciega a Sara y ahora quiere hacer lo mismo conmigo. ¡Llame corriendo, llame! No, no lo hagas, mamá. ¡Ni te... Ángel. Eres tú, hijo. 原来伊万的真实身份是莱德太太的儿子安吉尔，他不是意外死亡，而是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就当茱莉亚茫然不知所措时，莱德太太从背后打晕了他。为了儿子，他甘愿牺牲一切去迎合安吉尔，包括他装瞎装了多年也是如此。这一幕让安吉尔愣在原地，他没有想到母亲的失明竟然是装的。只是思索片刻，安吉尔便冲上去掐住了母亲。他不允许自己认识的人是正常人，即便是自己的母亲也得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茱莉亚在妹妹的地下室里醒来，她隐约看到安吉尔正拿着一个注射器，嘴里还在不停地说着甜言蜜语，声称要和茱莉亚牢牢拴在一起。茱莉亚听得恶心想吐。而就当安吉尔想要强行关系时，茱莉亚摸到匕首捅伤了他。这一下让伊万暂时失去行动能力，茱莉亚则跑到客厅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可他的话尚未说完，安吉尔就已经把电话线弄断了。这时茱莉亚的视力变得越来越模糊，她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必死无疑。出于本能，茱莉亚灵机一动跑到走廊，并用力关掉了整栋房子的电源。经过3个月磨练的茱莉亚已经适应黑暗，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她更占优势。就在两人厮打的过程中，警长带人赶到了这里。Julia, ¿me oye? ¿Qué coño, Julia? ¿Qué haces? ¡Cállese! ¿Qué está ocurriendo aquí? ¡Cállese, le he dicho! 茱莉亚用手电筒照向安吉尔，所有人也将枪口对准了他。此时此刻的安吉尔犹如惊弓之鸟，他不敢置信竟有人能看见自己。在他漫长又短暂的人生里，从来没有人能正眼看他一眼。他一直以透明人的身份活在世上，但现在却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。或许是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安吉尔当着众人选择了自杀。数小时后，茱莉亚被送到了医院，医生告诉她安吉尔的毒药已经发作，且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。按照扩散的结果推算，现在的视力最多再撑半个小时。想到还在太平间的丈夫，茱莉亚决定去看他最后一眼。可就当茱莉亚仔细端详丈夫的仪容后，却赫然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，丈夫原本的眼角膜竟然不见了。一旁的医生告诉她，丈夫的眼角膜已经捐给了她最爱的人。直到此刻，茱莉亚才恍然大悟，那个无偿捐献的人是谁。随着茱莉亚的视线越来越模糊，电影也至此宣告了结束。这是一部集悬疑、惊悚加感动于一身的作品，也不得不佩服奥利奥·保罗的确有才华。原片中导演对凶手的暗示全是点到为止，且还处处埋下了多个伏笔干扰判断。如果在观影时单凭感觉寻找真相，那么你必然会掉进剧情设计的陷阱。